欢迎观看真观点，我是珍飞。我们今天来讲几件有趣的事情哦。先来跟进一下疫苗的又一大好消息，这背后呢可是又牵出了新的拜登丑闻。再来看看川普诉讼进展以及选举舞弊的重磅证据。最后来讲讲被媒体册封的当选总统拜登和他国领导人煲电话粥时结果被蓬佩奥警告不要触犯了 Logan Act 罗甘法。这个罗甘法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坑还是拜登几年前给自己挖的呢。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节目的亮点呢，就是拜登坏就算了吧，关键是傻呀，傻到什么程度？看完你就知道喽。继辉瑞制药宣布他们的新冠疫苗有效性高达 90% 之后莫德纳周一继续报喜，宣布他们的疫苗有效性高达 94.5%。川普总统马上点赞发推，说这个能够结束瘟疫的疫苗可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完成的。彭斯副总统也连发几条推文，说是川普总统的领导能力才能够使疫苗以史上最快的速度问世。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对这一点呢也非常的认同，表明川普政府是加速公司研发的关键原因。但是和莫德纳态度截然不同的就是率先公布疫苗进展的辉瑞制药公司，他们在大选之后的第5天才对外宣布。当时可还有不少的网友感叹，如果这个消息早几天出来，大选可能会少了很多麻烦事儿呢。川普总统也不断地批评辉瑞拖延公布疫苗的研发成果，他说对方不希望自己赢得疫苗胜利，赢得大选，所以呢拖到大选之后才公布。这可是能救人性命的疫苗，居然被用于政治目的了。此前法广报道说，川普总统在疫苗研发开始前就把赌注压到了辉瑞和 Biotech 生物科技公司的身上。辉瑞的董事长也曾经说过，川普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疫苗上，他一直很关注疫苗的研发过程，不断的询问进展和完成时间。但是就在公布疫苗成功后，纽约时报等左媒又努力避免给到川普总统一丝功劳。而且对于川普总统能否顺利的在今年年底前获得疫苗，早在5月份，像 NBC 这类主流媒体在所谓的 fact check 就事实核查中还说那可得要有奇迹发生才能做得到。那么一家制药公司会不会拖延疫苗公布的时间呢？按理说也不会吧，但是如果这背后有利益链就不一定了。辉瑞这样做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辉瑞的高管可是拜登养着的。最新联邦文件显示，拜登丑闻不断本来应该用作医疗研究的拜登夫妇癌症慈善基金会的钱居然被用来给前总统奥巴马的官员和辉瑞的制药公司的高管们发工资了。所以你懂的。15号，朱利安尼接受 Fox 采访时说，已经记录了足够多的非法选票，足以翻转关键摇摆州的选举结果。他还透露，投票机 Dominion 使用的软件是由 Smartmatic 公司开发的。这一家软件公司是由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韦斯创立，以前被用在南美国家操纵选举，后来呢以分包商的形式打入美国市场。就在同一天，川普总统的律师 Sidney Powell 说，川普团队正在搜集计票软件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的舞弊证据。他还说 Dominion 软件的用户手册当中甚至直接写明如何清除选票，就是把投给川普的选票拖进一个文件夹，然后删除整个文件夹，就这么简单。不仅如此，软件还可以强迫机器不读取选民的签名，设定只计算投给拜登的选票等等。很多证据显示，Dominion 计票设备在全美30个州被用于系统化的篡改选票。鲍威尔话非常有力，他说购买 Dominion 计票系统的每一个州都应该展开刑事调查，中情局的局长应该立即被解职。当真相被公布于众时，将会震惊全世界。作为律师，他说自己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这个可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角色哦，记得这位铁娘子，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的。不久之前加入川普诉讼团队的林肯伍德大律师也爆出，已经确定 Georgia 州长和州务卿的家族花了106 million， 也就是1.06亿美元买舞弊的计票系统机器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从中还拿了不少的回扣。哇塞，难怪大选之前联邦多次建议 Georgia 不要采购 Dominion 计票机这个州长就是不听。林肯伍德律师建议州长，要么呢就赶快召开特别立法会，要么干脆辞职吧，或者认罪，可以直接去到监狱，也可以呢申请去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监狱。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们都知道 Georgia 州呢是川普总统首先提出诉讼的几个州之一，后来 Georgia 也确实重新开始计票了，但是他们居然还在重新计票的过程中继续造假，这是不是也太猖狂了？川普说这种虚假的重新计票没有任何的意义，他都不准我们检查重要的签名到底是否匹配。在过去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总有19个县能够准确地把票投给最终获胜的候选人，就是风向标县。今年的选举，这19个风向标县中有18个都投给了川普，而且川普在这一些县中占到了16个百分点的优势。所以如果不是选举欺诈，真实的结果，你们说呢？上周媒体册封的当选总统拜登，在世界范围内与各国领导人可是包起了电话粥，嘘寒问暖的，好不热闹但是这边打电话就打出问题来了。国务卿蓬佩奥先是在 Fox 新闻的一段采访中说美国司法部会紧密关注拜登团队，看他有没有违反 Logan Act 罗甘法。I'm always worried when people are engaging in activity, speaking with foreign leaders in a way that represents things that might be representing things that aren't true, or might be attempting to influ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way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what the law requires. You know the Logan Act, I know the Logan Act. I hope that all those folks who are out there having these conversations aren't violating that law. I'm sur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ill be keeping a good eye on that for us. 最近美国国会也发了一个公告，说还有好几个州面临着法律诉讼，未来4年的总统还没定呢。负责权力过渡的部门联邦总务署用不着帮拜登团队搞什么过渡，应该遵守宪法，不要被媒体误导啦。各国领导人也不应该这么着就祝福拜登当选于是呢，此前一边倒的报道拜登当选的社交媒体也悄悄变了脸。最近拜登的 Twitter 认证由 President-elect 当选总统降格为了 politician 政治家了，这个变得倒是挺快的。话说这拜登被盯上，看会不会违反罗甘法，这还真怨不了别人，因为这个坑呢就是他自己在4年前挖的，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讲拜登挖坑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在美国有着220年历史的罗甘法。罗甘法在1799年在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禁止任何没有受到美国政府授权的人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法案的目的就是防止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时，某些个人的行为会削弱甚至破坏美国政府的立场。说白了，就是外交这种大事嘛，得老板说了算，老板没同意你说，就算你是经理都不能说，是吧？提出这个法案呢，就是因为一个叫 Logan 的人，因为当时美国和法国在打仗嘛，这个 Logan 以美国公民的名义前往法国，希望帮助美国平息与法国的战争。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3个外交官，都没能够谈判成功，结果 Logan 自己去了，却成功了。当时的执政党联邦党脸上就挂不住啦，就出台了这个法律。因为新法律可不能治旧罪，所以呢 Logan 倒是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甚至后来他还当上了反对党的参议员，直面那些当时曾想治他罪的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拜登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罗甘法呢？首先，拜登名义上还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先不说他现在是不是当选总统，就算他真的是当选总统，在1月20号就职典礼之前，美国的总统还是川普，所以拜登在和其他国家通电话的时候肯定不能代表美国政府，他却已经摆出了现任总统的架势，在和各国领导们商讨国际合作和外交政策了。就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举例，根据拜登团队的推文，两人在电话中讨论了新冠疫情、贸易、北约还有气候变化。光是在气候变化这一个问题上，川普和拜登的政见截然不同，而拜登和各国领导交谈，干着外交的事，却摆出了和现任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算不算罗甘法里说的破坏美国政府的某些政治立场呢？那为什么又说这个坑是拜登他自己挖的呢？大家猜一下，这个罗甘法到现在220年了，用过几次？2次。一次呢在1803年，一次在1852年，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而且这2次都没有成功起诉，所以罗甘法基本上就是个法律古董，摆设而已。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国务卿蓬佩奥说司法部肯定会紧盯着拜登团队呢？这个事就要提到另外一个角色了，川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弗林是一位大人物，等会儿我们来说他的背景。
2016年川普单选之后，福林将军作为川普过渡团队的一员，参与了准备入主白宫的相关事宜。但是在川普胜选之后，正式就职前，当年的12月份，福林将军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有了联系，包括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两人通了电话。而这通电话呢，恰好就被奥巴马政府的 FBI 团队给监听到了。当时监听人员都觉得没啥问题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期节目我们说了，2016年川普竞选期间呢，可是一直遭到秘密的监听的。而这个代号为 Crossfire Hurricane 的行动，就是专门为了构陷川普通俄而寻找证据的。由于川普当时还没有正式上任，所以就像之前提到的，川普团队的所有人在名义上都还只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能够代表这个国家。就在川普即将就职的2个星期前呢， FBI 打算结案了。Crossfire Hurricane 行动的负责人斯托克啊，我们上期节目也讲到这个人，突然要求手下的探员暂时不要结案，说白宫的高层啊已经介入了。后来在斯托克的笔记中发现，时任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FBI 的局长科米、司法部长 Sally 都专门讨论了如何对付福林将军的事儿。笔记当中提到，是拜登提议用这个封尘已久的罗甘法来对付福林。就在川普总统就任后的4天，1月24号，斯托克和另外一位 FBI 探员在福林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被调查的对象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违反 FBI 的规定，对福林进行了询问，企图抓住他的破绽，然后起诉他。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成功了。最后，福林将军只当了22天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就被迫辞职。你们肯定想问啊，福林有没有因此入狱啊？还好没有，因为直到现在呢，他还在打着法律战，并且帮他打官司的律师就是现在川普诉讼律师团队的那位铁娘子，我们刚刚讲到的 Sydney 鲍威尔。所以现在鲍威尔是暂停帮福林紧急去帮川普了，厉害啊！再说回到麦克福林，他是一名前陆军中将，是一位为美国奉献了30多年的3星上将。他对美国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反恐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12年到14年期间，他曾经担任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局长。这样一位有着干净历史的美国军人，为什么会被奥巴马政府这么千方百计的算计啊？我觉得呢，可能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这些深层政府的成员们，奥巴马政府已经可以被称作是深层政府了。他们试图利用福林把川普总统拉下水，给福林开的条件是，只要你指控川普犯什么罪，就帮你减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奥巴马政府非常不想让福林在川普的身边辅佐国家安全方面的事务。首先，福林作为前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对于军队的情报系统非常了解，所以福林有可能知道一些奥巴马不希望川普知道的秘密。其次，福林对 ISIS 是非常强硬的，在很多中东政策方面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完全相反。比如在担任情报局局长的时候，福林当时曾经警告过美国政府，称美国政府对叙利亚逊尼派圣战分子的支持很可能会导致新的哈里发运动，比如出现更多的伊斯兰国。福林当时是17个情报负责人里唯一一个跳出来提反对意见的，这也导致福林被迫提前退休，也就是被变相的炒了鱿鱼。可以说福林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将军。当时有消息称，奥巴马还曾建议川普当选之后不要雇佣福林做国家安全顾问，但可惜的是，川普没有听信奥巴马的建议。插一嘴说一下奥巴马任期对中东的态度。有趣的是呢，我们在网上还发现了这一段视频。We're speeding up training of ISIL forces, including volunteers from Sunni tribes in Anbar province. 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要加强对伊斯兰国军队的训练，这是真的吗？但是呢，后来白宫的文稿说奥巴马读错了，其实应该指的是伊拉克。但是我看奥巴马这一段完全就是在读稿有可能把 Iraq 看成 ISIL 吗？你们觉得呢？这个故事讲完了，曾经拜登自己把这个100多年都没有人提到过的法律古董介绍给了主流大众，搞倒了一名正派而又重要的军官，他恐怕现在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喽。不过你们说美国的法律这么多，为什么拜登偏偏提了这么一个从未有过成功诉讼经验的法律来对付福林呢？是不是他当年在法学院学的不太好You'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there were 30 people started off in my class. We ended up graduating, I think, 86 or 87. I graduated 76 out of that bunch.
好啦，您看拜登这智商如何呀？所以说这聪明之人要行恶，那就惨了。问题是愚钝之人行恶，害的可就是他自己呀，你们说呢？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我是珍妃，别忘了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很快再会。